2003年，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罗布泊深处，一支考古队正在漫漫黄沙中对这里的小河墓地展开大型发掘工作。一只船形棺木里躺着一具令世人震惊的女尸，距今大概有4000多年。她的容貌保存完好，连长长的睫毛都清晰可见。不可思议的是，她的脸上竟保留着一抹如蒙娜丽莎般的神秘微笑。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的身旁竟然放着几根男性生殖器。这具神秘的干尸是谁呢？他究竟来自哪个种族？为何会被埋葬在荒无人烟的罗布泊沙漠？他的绝美容颜曾令无数中国人着迷，被网友们用各种方式进行容貌复原。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走进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了解全球最美干尸，还有遥远而神奇的小河文化。小河墓地的发现是于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在中国新疆的一次探险。在罗布泊沙漠中，贝格曼发现了这个有1000口棺材的古墓葬，将它命名为小河墓地。在这里，他还曾打开棺木，看到过一位容颜美丽的微笑公主。这一切被记录在他写的《新疆考古记》中。随着贝格曼的离去，小河墓地消失在沙漠之中。直到2000年，中国探险队在卫星定位系统的帮助下，重新找到神秘的小河墓地。它位于罗布泊深处，距楼兰古城约102公里。2003年，中国国家文物局终于批准了对小河墓地进行考古发掘。新疆考古所所长伊迪利斯带领考古队展开考察发掘工作。出发前，考古队员都读过贝格曼的《新疆考古记》，他们期待对小河墓地的发掘能有重大发现。由于有大致的 GPS 定位，找到小河墓地相对容易一些。不过，在沙漠中行走依然需要十分仔细，否则很容易迷失方向，原地打转。寒冷的冬季，考古队的沙漠车穿过冰河，用了3天时间，才找到小河墓地。墓地周边全是沙漠，远远看去，整片墓地就像在一个馒头上插了很多筷子。走进墓地，考古队发现，这些筷子原来是干枯的胡杨木立柱，共有140多根，高出地面2到4米。胡杨木立柱被加工过，很多都涂成红色。矗立在蓝天之下，金色的沙海之中，这些密密麻麻的红色立柱给人的感觉神秘而肃穆，的确很像贝格曼的书中提到的死亡殿堂。这些立柱除了作为墓葬的标识，还有什么用处呢？带着迷思，考古队员们开始勘察墓地。墓地上表面非常凌乱，随处可见完整的干尸以及一些残肢遗骸。棺木四处散落，还有一些木质的雕像以及各种陪葬品。令人惊叹的是，干尸保存完好的程度，像这具婴儿的干尸，清晰的连脚趾甲都能看清楚。考古队开始把四处散落的弧形棺木进行编号，整理和收集七零八落的地表物品进展的不是很快。在新疆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一场大风刮来风沙，就可能把还未及清理的物品掩埋。考古队想出使用传送带的办法，对地表遗物一层层的清理。利用传送带将沙筛过后，运送到小沙丘的下方，堆积成一个已经清理过的沙丘。沙漠发掘无法像泥地发掘那样挖出直立的碳方壁，这也是考古队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无法形成碳方壁，就无法观察遗存的位置，明确地记录出土文物的年代和层位。最终，考古队借助电子全站仪解决了这个问题。电子全站仪器可以精准地采集考古现场的各种基础数据和文物数据，实时制作和还原遗迹的3维图像。墓地的表层清理完毕后，考古队开始发掘胡杨木立柱的下方。这些沉默而又肃穆的立柱下方将会出现什么呢？原来，在木柱下方的发掘坑中是用牛皮紧紧裹住的船棺。随着发掘量的增多，
考古队找到规律，木柱就像标记一样，深深地插在船棺埋葬的前方，而干尸是被放入船棺中下葬的。船棺由2根胡杨树加工而成，做成很像括号的弧形，成为棺木的侧板。2个侧板前后有挡头挡尾，可以铆接起来，这是一种简单又巧妙的锚榫结构。而棺盖上方用10多块小挡板沿着弧形盖上，棺木的外面用牛皮包裹，这些牛皮把棺木包裹得非常紧，只能用刀来割，即便如此也很难揭开。很多棺木和棺盖上还残留有血迹。考古学家推测，包裹棺木的牛皮是活牛被现场宰杀剥皮制作的。棺木被新鲜的湿润的牛皮包裹之后，在沙漠干燥的气候中蒸发掉水分，牛皮也随之干燥收缩，最后牛皮会紧紧地严密地将棺木包裹，阻隔细菌和空气。这也是小河墓地上打开棺木时所有干尸都保存得非常完好的原因之一。对小河墓葬地层所做的碳14分析显示，小河墓葬的年代在3500-4000年前，这个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夏朝。此时考古队在编号 M13 的墓葬中发掘出一位年长女性的干尸，她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被考古人员称为老祖母。而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队终于找到了一位拥有绝世容颜的微笑公主。这是天气晴好无风的一天，棺木的丛林中，考古队员和工作人员围在编号为 M11 的棺木前，眼前的棺木紧紧地包裹着牛皮。考古专家拿出切割刀准备开棺，空气中传来切割刀划断紧绷的牛皮的声音，听上去沉闷而有力。牛皮被揭开后，船形的棺木露了出来，这是考古队员们已经熟悉的开棺程序。考古专家小心翼翼地取下棺木顶头上的第一块盖板，这时有点毛茸茸的东西露出来了，应该是一顶毡帽的顶部，给人感觉保存得不错。当考古专家揭开第2块盖板时，整个毡帽的形态基本露了出来，果然保存得非常好，给人的感觉柔软而漂亮。众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毡帽的样式，告诉他们即将露出真容的可能是一具女性干尸。考古专家继续揭开第3块盖板，眼前的景象令现场顿时变得安静。棺木中一具干尸的脸部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张女人的脸，拥有惊人美貌。干尸的脸上密密的睫毛根根清晰，又卷又翘，肌肤雪白，高鼻深目，双眼微闭，嘴唇上还能看到清晰的黑色唇线。最令人震惊的是，这张脸上果然露着微笑，这是一种安详、美好，散发着亲和力，又带有几分神秘的微笑，简直太美，太令人震撼。骤然的安静之后，有人发出声音：小河公主。从此，这具干尸有了命名，而且成为正式命名。棺盖木板继续被取开，直到全部取完。静静躺在棺木里的小河公主，头戴浅棕色顶略尖的圆毡帽，身披毛织斗篷，别着木质别针，足蹬皮靴。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仔细查看，整个身体保存得非常完好。如此生动美丽的干尸，可以想见她活着的时候该有多么漂亮。这应该是中国堪称顶级漂亮的干尸。考古队员们把小河公主从棺木中缓缓取出来，移到室内，打开斗篷仔细观察。干尸身长大约 1.58 米，体型丰满，肚子有一边比较鼓，不同于其他干尸腹部扁平。考古专家一度怀疑她可能怀孕了，后来又将她送到乌鲁木齐，用医院设备做了 CT 检查，才发现她并没怀孕，只是身体较为丰满，入葬时身体遭到挤压后，肚子被挤到一边才鼓起来的。清理随葬品时，人们发现有草编小篓，这在小河墓地随葬品中比较常见。草编篓里放着一些植物的种子，有小麦、小米等。小河公主的随葬品还有涂红雕花木梳、毛绳坠玉的腕饰、
珠玉片和羽毛装饰的项圈等，让人想到她生前一定是个非常爱美的女人。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陪葬品中竟然还发现了木族。这个木族是用木头雕成的，看起来就如同男性生殖器的模型。小和公主的木族出现在她右侧腰部，在麻黄草上放置着，和木族、皮囊、玉石放在一起。通过进一步的观察，人们发现小和公主的身上喷涂了一层白色的乳状物。普通大众对此非常好奇，难道小和公主保存得如此完好，超过墓地中其他干尸的原因，莫非是这层乳膏有什么防腐的奥秘吗？这时送检结果出来了，白色乳状物是一种乳酪制品，虽然能有一定保护皮肤的作用，但对于干尸的防腐作用比较有限。结合其他的干尸，有的也涂抹白色乳酪，考古专家认为这可能是小和人入葬时保护尸身的一种葬俗。值得一提的是，小和公主的船棺和墓地上的其他船棺一样，都是没有棺材底的，尸体入葬时直接放在沙上。专家认为，除了牛皮密封、棺材没底，也是小和墓地干尸能够保存如此完好的重要原因。尸体直接放在沙地上，干燥的沙子能够迅速将水分吸收。小和公主的尸身能够如此生动鲜活，成为墓地中干尸保存完好的佼佼者，并无特殊秘方，同样是自然形成的。这当中最让普罗大众感兴趣的，就是小和公主脸上神秘的微笑是怎样形成的。神秘的微笑使得小和公主的面容看上去富有魔力的生动和优美，人们透过照片，不用亲临现场都能感受到。对于这神秘的笑容，并没有一个官方的、有针对性的确切解释出台。有人认为可能和面部的白色涂料有关，也有人认为可能皮肤变干过程中形成的，只是一个各种因素综合下出现的一个巧合。以今天的眼光看，小和公主的妆造可谓时尚，加上绝美的容貌吸引，她被人们多次进行了容貌复原。所有的人都渴望看到小和公主生前穿戴美丽，行走在沙漠、草滩的模样。眼前的这幅图是2005年专家们首次对小和公主容貌的复原图。高挺的鼻梁，饱满的双唇，深邃又美丽的眼眸，极具异域情调。2016年9月，专家们又一次复原出了小和公主的面容图，这是一个美丽的混血女人的模样。如今，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无数网友也加入到了复原小和公主真容的队伍中。借助 AI 手段，庞佛真的看见了一个生命力鲜活的小和公主。随着小和公主被发现的消息传开，小和墓地的发掘考古工作迅速成为国际和国内考古界关注的热点。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开展对小和墓地的研究。当时，各路专家们尝试着解开围绕在小和公主身上的三大谜团：族群人种、生殖崇拜以及小和人消失之谜。小和公主所属人种，人类学专家从小和公主亚麻色的头发、眼睫毛、高凸的颧骨、深凹的眼窝分析认为，小和公主具有欧罗巴人特征，属于欧罗巴人的大范畴。欧罗巴人种及高加索人种属于白色人种。而整个墓地中出土的干尸中，尤其是年代相同地层的干尸，都有比较明显的欧罗巴人特征。4000前的新疆为何会出现欧罗巴人种？他们是本土居民还是迁徙而来？主流观点一直认为，4000年前亚洲和欧洲没有往来，各自独自发展。眼前这些特征明显的欧罗巴人，为什么会出现在人迹罕至的新疆荒漠腹地呢？此时，相关 DNA 样本已经送去采样，人们都在等待着 DNA 的检测结果出来。人类学专家推测，小和公主这一批人是从南高加索迁徙而来的，和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德罗诺沃文化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比如，草编小篓就和阿尔泰地区的阿凡纳谢沃文化中的器皿很相似。而 DNA 检测结果出来，
也证实了，小和公主确实拥有70%的高加索血统。墓地的牛骨也进行了 DNA 分析，显示不是中原的黄牛，而是和欧亚地区的驯化牛非常接近，说明它们可能是来自欧洲或西亚的黄牛。那么，这些有欧罗巴人基因的人为何会从南高加索来到新疆罗布泊呢？专家分析，可能是气候变化或为躲避战乱，总之是为了寻找适宜的生存的地方，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了罗布泊沙漠。古生物和气候环境专家告诉人们，小和公主所在的3500-4000年前，当时的罗布泊应该有水源和绿洲，不像今天被称为死亡沙漠。小和公主和族人当时的生活方式应该包括农耕和畜牧，从随葬品清理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种植有小麦、黍，使用的处理是牛，而从出土的特色丰富的编织物，如草矿和羊毛织物等，而缺少青铜器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部族的文明和技术不同于当时进入青铜文明中国中原一带的文化。狂热的生殖崇拜伴随着专家们对整个墓地的大规模发掘，小和墓地独特的文化个性和一些强烈特色逐渐凸显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生殖崇拜。一开始，考古工作人员并没意识到人工制作的胡杨木立柱所代表的强烈的生殖崇拜的意味，只是把它当作近乎墓碑一样的标识。仔细观察和研究后，考古专家发现这些立柱是有造型的，分别是卵圆形和桨形。卵圆形立柱象征男根，桨形立柱象征女阴。立柱的安放也是有讲究的，男性死者墓葬前的立柱是桨形的，女性死者的则是顶端被加工成卵圆形的。这些立木是有棱面的，有6棱的，有8棱的，也有11棱的。所有的棺材后面还有小立柱，一般都是用红柳棍。随着发掘的增多，考古人员还发现，无论是女性墓葬前立的男根，还是男性墓葬前立的女阴，都是男根涂红，女阴涂黑。这是典型的生殖崇拜，说明小和公主所在的部族极度渴望或者崇拜生息繁衍。在立柱上部和根部还发现镶嵌着一些铜片。要知道，铜在当时非常贵重，而且本地可能没有，由其可见对于立柱的重视。对于红色的使用，专家认为红色代表着生命，也代表着生息繁衍。而高立木上绑着牛头，可能和生殖力或祭祀有关。这一切都说明小和墓地立柱还和宗教祭祀的仪式相关。把目光从地表的生殖崇拜延续到小和墓葬随葬品中，可以看到，除了小和公主的随葬品中有木祖，其他一些女性的墓葬中也有木祖。木祖是把2块木头掏空，用毛线绳绕到一起，并合起来的，做成男性生殖器的形状。打开木祖，里面还绑有蜥蜴头，而蜥蜴正代表着生息繁衍。小和墓葬中木祖的数量也不同，有的棺内放了3个，有的只有1个。考古专家认为，墓族和地标的胡杨立柱一样，是典型的生殖崇拜。墓祖的个数有可能代表和墓主发生关系的男性数量，而小和公主身旁放着4根木祖，这或许说明为了族群的繁衍，小和公主曾与4位男性发生过关系。在小和墓地中，不少男性和女性墓中还有小型木雕人面像陪葬。这些人面像长10厘米左右，是浮雕的，五官和眉弓突出，鼻子高耸，面部很多也是涂成红色。这类陪葬的人面像被专家们认为可能是祈求生育的灵偶。生殖力强的女性受到尊敬，安葬也获得一些相比之下更为高规格一点的待遇。在老祖母的墓葬这里有所体现，她的随葬品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牛头。老祖母的墓葬不仅棺材更大一些，立木也更大，说明她的地位肯定是比较高的，而且可能因为子孙很多，格外受到尊敬，因为她的墓前祭祀痕迹也比较重。
生殖崇拜在很多原始先民那里都可以看到。奇怪的是，小河墓地展现的生殖崇拜似乎极度狂热。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联想到墓地中有许多死去的婴儿的干尸，会否是因为大量的婴儿的夭亡，导致小河人格外看重生殖繁衍？随后通过发掘到的成人和婴儿木乃伊数量比对，专家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这里婴儿干尸的数量属于正常。早期人类的生活环境恶劣，科技不发达，有一定数量的婴儿死亡属于正常。小河人特别突出的生殖崇拜狂热成了谜之所在，它虽然如此鲜明突出，却似乎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而对墓葬分区分层的深入研究，还有基因的研究，同样带来迷思。小河墓地分为南北两区，南区墓葬139座，分5层上下部列，北区仅残存下层部分墓葬，可与南区相应层位对应。这些墓葬从上至下年代逐渐久远，最上层距今约3500年，最下层距今约4000年，存在500年的时间跨度。人类学家发现，小河墓地上面的1到3层保存情况比较好。从墓主的头部看，他们的头发是褐色的，也有略黄或者发红的，加上鼻梁、脸型的分析，欧罗巴人种成分很明显。小河墓地下面的第4层和第5层保存情况不是太好，很难从外观推断，只能借助基因分析技术。2005年，基因研究团队又对整个小河墓地的早期干尸开始展开基因分析，对早期的小河人种有了大概的解释。经过4年多的研究，最终成功提取了20个 DNA 样本。研究发现，这些早期干尸中的绝大部分同时具备亚洲人群和西欧人群的 DNA 特征，其中的亚洲人群主要来自中国北方和贝加尔湖地区，西欧人群主要来自欧洲。基因分析表明，早期的小河人，也就是小河公主的祖先，就有东亚和南亚人与欧罗巴人融合的现象。这有可能说明，小河公主这批人是先在其他地方混血后，再迁徙到塔里木盆地的。而到了小河墓地附近之后，应该和当地人有发生混血，而他们的后代也不断有新的族群加入进行混血。这些研究表明，早在4000年前尚无文字记载的时候，东西方人就已经开始往来混居，并且有血缘互动了。这对人们理解东西方文化交流、亚欧的互动提供了新的启发性的线索。从墓葬现身的小河文明可以看到发达的毛织文化以及动物饲养技术和农耕文化的特征，这些有可能是外来者带来的技术在当地生根发芽。而榫卯结构棺木也在提醒着考古专家想到，棺木都做得这么好，那么小河人的生活和居住生活区、房屋或建筑也应该是成一定规模的。遗憾的是，在周边12公里范围内仔细寻找，始终没有找到。或许小河人的生活区被掩埋在沙漠之中，又或许他们有着奇特的生活方式，根本没有房屋，只是直接睡在斗篷上方。不仅小河人的生活区没有找到，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浮出水面。DNA 和专家的分析解决了小河人从哪里来的问题，但小河人一个生活了500年的族群，为什么他们延续了500年的目的突然中断了？是战争还是疾病？人们做了很多猜测，都被专家否定。因为从墓葬情况看，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只能判断他们可能迁移了。他们为什么会迁移，又去向哪里？小河人消失之谜。小河墓地东边是楼兰遗址，同处罗布泊沙漠的大地理环境中，两者距离只有102公里，年代比小河墓地晚1000多年。比对楼兰文化和小河文化的形态，两者之间找不到延续的痕迹。而且楼兰遗址人群的 DNA 分析也找不到和小河人之间的联系。小河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存在着鲜明的断层。这些心灵手巧、崇拜生殖的小河人，他们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为何消失了呢？
罗布泊深处，小河墓地，宁静的夜空中，永恒的星河在闪烁。被沙漠掩埋了数千年的古墓群，指向天空的胡杨林立柱，似乎在等待着人们去追寻一段凭空消失的文明记忆。随后，新加入到小河墓地研究中的一位日本专家加藤廉司，通过古 DNA 研究，对小河墓地的小麦属的种属及来源做了分析，最终给出了答案。结果显示，小河小麦中存在普通六倍体小麦，这种小麦起源于近东地区，很可能是西部农业文化向东扩张的结果。日本专家对小麦的种子研究显示，小河墓地周边早年曾经有大量的水资源用于农业，因为这些小麦需要大量的水来种植。这表明小河文化繁盛的阶段，也是这一地区淡水资源比较充分的时段。专家观察到，早期地层出土的小麦的种子颗粒圆满，水分充足，到后期的变得尖细，这说明气候或者环境变化的因素在小河人生活的500年间，在朝着越来越缺水、越来越干燥的方向变化。也许正是水资源的变少，使得依赖农业的小河人群不得不迁移，这也是小河文明在罗布泊沙漠深处中断的原因。另外，从胡杨木立柱的大小，日本专家也发现了500年间环境变得干旱的证据。这些立柱插在年代更久远的底层的，通常都较大、较粗，年代越靠后越细小。这也说明胡杨木的大小不仅限于代表着对个别特殊人物，如老祖母，还有很像酋长的一位男性干尸，表达出一定的尊崇和敬意，更说明缺水环境下胡杨木生长的艰难。小河公主草楼里的小麦种子就属于尖细类型，这说明在她生活的年代，小河人已经面临水源缺少的问题。沙漠中的绿洲被风沙侵蚀掩埋，沙漠中的河流在因为气候突变逐渐断流，都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气候环境专家的研究也表明，罗布泊在4000至5000年前气候变得干燥，而1000多年后楼兰古城时期，那里又恢复为绿洲，时间不长，楼兰古城及周边又变成沙漠。小河人的去向现在虽然无从考证，但他们因为生存环境变得恶劣，已经无法生存了，只好迁移别处，这个推论为很多人接受。由此，小河文化中热衷生殖崇拜的原因也得到解答。小河公主生活的年代，人们可能已经感受到生存环境变得干旱的压力，种植收获的减少，水草不再丰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食物来源的减少，也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生存。而对抗恶劣的自然条件也需要更多人力，他们不得不进行迁移别居。这是一次新疆木乃伊的展览，展厅中，小河公主在她的棺木中发出动人的微笑。另一边，人们可以通过电子屏幕看到小河公主被还原的姿容。小河公主的发现刷新了人们对于处于亚欧大陆腹地的新疆在欧亚文明交融中区位作用和文化作用的认识。它的出现将传统意义上的欧亚连接提前了近2000年。一件件随葬品证明着不同属性的文明曾在这里汇聚。这些发现不仅是对历史的补充，也是更新。正如小河公主的微笑，它跨越时空，向我们诉说着一个关于生存、迁徙和融合的故事。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大自然以其神秘的力量塑造着历史，也创造着许多等待人们去继续破解的秘密。以上就是本期故事的全部内容。如果对视频有疑问的观众，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和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